Hello， 各位观众老爷们，欢迎回到你不问我的屎，我也不问你的屎的不闻不屎，我是布布。上一期视频呢，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Oedipus Rex 这个非常有名也是非常典型的弑父娶母的故事，而这一期视频呢，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故事教会我们的道理。上一期视频中我们有提到 Oedipus Rex 是亚里士多德奉为悲剧范式的一部悲剧，完美契合了他对所有重要悲剧元素的定义。对于现代观众而言，可能会被这部戏剧中铺天盖地的宿命论氛围所困扰，从而失去了很多的艺术乐趣。毕竟这部作品并不是教给读者我们应该如何抗争命运，而是塑造一个引发读者思考的文学世界。至于很多两面性的问题，例如我们怎么样才能从这个悲剧中学到一些理性的人生观，以及 Oedipus Rex 为什么是一个悲剧英雄，这些问题我们无法避免。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，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道德观与美学观。亚里士多德所追求的生活方式可以用真理来概括，他所提出的智者有着全面稳定的世界观，能够平衡感性与理性的思维，从而达到内心世界真正的快乐。因此在面临巨变时，他也能做到宠辱不惊，从容淡定。这就是理想的道德范式，为了活着而生的人。而与之相反，理想的美学范式，我愿称之为为湮灭而生的人。典型的例子就是 Oedipus， 我们的悲剧主角。他没有智者理性全面的思维，看不清自己，看不清世界，被蒙蔽在情绪的陷阱当中，冲动而又自恋。Oedipus Rex 中很多戏剧性的片段，都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些之前不知道的事实或是预言。而每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 Oedipus 就会沉浸在震惊与惶恐的情绪当中。Oedipus 带着自己是否是养父母所亲生的问题来到神域，得到的回答呢，却是他会弑父娶母。后者对他而言带来了更大的情绪波动，以至于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初衷，坚定地决定离开养父母。冲动的性格确实给 Oedipus 带来了很多苦难，但也是这股冲劲助他走到了人生的高峰。靠着这股冲劲和无畏的勇气，他误打误撞地答对了 Sphinx 的谜语，成为了 Thebes 的国王，并且迎娶了老国王的遗孀。如果 Oedipus 是一个道德智者，那么通过理性的思考呢，他或许应该已经发现有一些不对劲了。可是他的性格缺陷注定了他的悲惨结局，他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一切，当一个快乐的傻子。他确实享受了一小段幸福快乐的生活，可是真相总会被揭露。戏剧的开头有一些开屏危机，当 Oedipus 知道是杀死老国王 Laius 的人导致 Thebes 遭受瘟疫的时候，他怒发冲冠，信誓旦旦地说要置这个人于死地。毫无疑问，这是傲慢暴力的表现。 Oedipus 的情绪很容易就被煽动起来，他错怪老先知，污蔑自己的叔叔，轻信而又多疑，傲慢而又无知。这卡斯塔跟他的对话几乎就要揭露事情的真相了。只要 Oedipus 记得关于自己出生的诅咒，关于自己亲生父母的疑团，他就会发现一切都是对得上的。可是他没有，并非是 Oedipus 自己有意的在回避真相，而是他的思考能力导致他只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。所以呢，我们观众焦急地等待着 Oedipus 发现事情的真相，同时呢，也在祈祷着他不要发现，等待着自己的惊天噩耗。当他终于不可避免地直面一切证据和真相时，这就是悲剧的高潮，情绪宣泄之处。很多人把 Oedipus Rex 解读成自由意志与命运之间的抗衡，强调尊重命运自然法则，或者是称赞 Oedipus Rex 勇于抗争命运的行为。这样的解读显得有些浅薄了。这个故事想要传达的思想可能更加深刻。Sophocles 强调的造成悲剧的元素远远不止命运，而是 Oedipus 性格的缺陷。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智者是因为理智和思考能快乐地活着的，那 Sophocles 在这部戏剧中则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不勤于思考、被情绪所控制的悲剧英雄所面临的人生。当 Oedipus 用冲动和情绪铸成的堡垒骤然土崩瓦解，暴露在他眼前的真相和罪恶造成的致命打击是无法估量的。所以通过这部戏剧， Sophocles 借命运之手向观众强调了思考与理性的重要性。只有通过不停的思考，我们才能理解自身与世界的关系，明白应该如何待人处事，从而活得明白快乐。最后呢，我希望通过这部戏剧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视频：愿命运仍能看见我的一切言行都保持崇高和纯洁，符合最高洁的律条。他出生在高远清澈的天堂上，父亲是奥林匹斯，不是凡人。
他永远不会被遗忘，也不会沉睡。上帝因为他而有了力量，长生不死。好啦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观众老爷们别忘了3连关注哟，再见。